電影《後會無期》中有這樣一句話：從小聽了很多大道理，可依舊過不好這一生。仔細想想，的確如此。人這一生，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很多時候看似通用的大道理，卻不一定適合所有人，而那些看似讓人啞口無言的歪理，卻內含着許多人生智慧。我們在生活中或者網上看到很多歪理，但有的歪理越歪越有道理。這些歪理一般都是正話反說，其實就是現實中最切切實實的實話，是我們在生活中感悟出來的，經歷多的人看到了都深有體會。只要你不尷尬，那尷尬的就是別人。在現實生活中，臉皮一定要厚，只要臉皮夠厚，你才有機會贏。不要因為別人的眼光而停止了自己前進的腳步。你做的事情別人瞧不起，甚至感到很尷尬，但自己你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尷尬，那別人的眼光就影響不到你。你忍辱求全，努力进取，有所成就，最後该尷尬的就是喜歡看笑話的人了。不要不好意思拒絕別人，反正那些好意思為難你的人都不是什麼好人。在現實生活中要學會拒絕，該幫就幫，不該幫的絕不能幫。不要不好意思拒絕別人，能夠明目張膽為難你的絕不是什麼好人，所以不必擔憂什麼，該拒絕是果斷拒絕。太善良的人总是吃虧的，吃好人的虧無所謂，但吃壞人的虧那就既害己又害人了，這是縱容壞人，讓壞人更加肆無忌憚地去難為無辜的人，所以一定要學會拒絕那些沒事找事的人。鐵杵能磨成針，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籤。你是什麼人，適合做什麼事，做什麼選擇，你一定要清楚。選擇不對，努力白費。每個人的境遇不一樣，經歷不一樣，認知不一樣，所學到的東西也不一樣，所以人一定要選擇合適自己的路去走，這樣才更容易成功。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個世界上90%的事情都需要錢來解決，剩下的10%需要更多的錢來解決。足見錢對於我們的重要性。錢雖然不是萬能，但錢確實能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們大多數一生都在追求金錢，因為金錢在一定程度上能實現我們想要的。不要太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和說法，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很多人都很在意別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说法，其實別人的看法和說法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對於真正為你好的人，你可以接受和採納他們的看法和說法；對於看你笑話和打擊你的人，他們的看法和說法根本就不重要，你可以直接忽略。不為自己的夢想奮鬥，就得為別人的夢想打工。人的一生中，如果你不努力學習提升自己，為自己的夢想做奮發圖強，那你就得為他人的沒夢想去搬磚。你總得去奮鬥，要麼為自己的夢想而奮進，要麼為他人的夢想而努力。想要不奮鬥，等着天上掉餡餅，那是不可能的。7好人成佛需要9981難，可壞人成佛只需要放下屠刀。我覺得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做一個好人比做一個壞人更難。好人都是付出型的，而壞人都是索取型的。索取容易，付出難。索取的人索取習慣了，哪一天他不索取就能受到称讚，而經常付出的人則容易被當成理所当然，當哪一天不再付出就会被骂。人要善良，但不要太善良，太善良了很容易被人們当成理所当然，那你做再多也很难得到認可。你和流浪狗的區別只差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其實四處漂泊的人和流浪狗沒什麼區別，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歸宿，而流浪狗沒有。四處漂泊的人也是沒有心靈的歸宿的。房子其實算不上歸宿，只不過是臨時住所。人的歸宿，而是擁有一個完整的家，這才是歸宿。四處漂泊的人在外面沒有一個完整的家，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心靈早就沒了歸宿。9萬死不辭，大概就是每天氣死1萬次，但仍然不辭職。在職場上不乏總是發牢騷的人，但總是發牢騷的人卻是最不會輕易辭職的人，因為他們有家庭有孩子要養，壓力大到只能借發些牢騷減壓。雖然總是發牢騷，但他們在工作方面是萬死不辭的，哪怕是受了多大的氣都好，他們都要忍下，然後盡心盡力的工作。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家裡沒有金山銀山，只能自己去慢慢的努力工作賺錢養家。
肩上背着整個家庭的人離職是不可能的，哪怕每天被氣死10000次，也得苦苦堅持下去。10和你在一起，苦一點無所謂，苦很多就算了。很多夫妻就是這樣，2個人在一起苦一點無所謂，其實那是不夠苦，甚至不苦。真的到苦的時候，就沒有幾個夫妻能夠攜手共度難關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雖然不是說所有的夫妻都是這樣，但現實的離婚率這麼高，這就可以看出很多年輕夫妻都很難一起去共度難關。有的人苦了自己，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婚。11，江湖險惡，不行就撤。沒有那麼大的頭，就不要戴那麼大的帽子。自己不行，就要學會先撤退，等自己的能力提升了，再從頭再來。江湖險惡，所以不要做愣頭青，強出頭。自己能力不能還要去做，就像有的創業什麼都沒有準備好，就憑着一身熱血一股子勁，結果就是因為什麼都不懂，還蠻幹到底失敗了，不但賠光錢，還背上了巨債。12，有的人是愛你的，有的人是來給你上課的。現實生活中，有的人是愛你的，愛你的人帶給你溫暖，带给你溫暖的人你感恩他們。有的人是來傷害你的，給你上課的，傷害你的人帶給你困難，讓你得到磨練，讓你看透了人心的複雜，讓你的內心變得更加強大起來。在以後的人生路上，你不再那麼容易受到傷害，你的抗壓能力也逐漸变得强大。人生路上，你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你這一生該遇到的，有愛你的人，有傷害你的人。有人愛你，你要珍惜；有人傷害你，遠離他們，就當歷練，不要和小人糾纏。13，一直熬夜一直爽，天亮就送火葬場。人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麼？估計很多人都說最重要的是擁有很多很多的錢，錢確實很重要，但有一樣東西比錢更重要，那就是自己健康的身體。你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你就算有再多的錢，對於你來說也沒有任何意義。很多年輕人喜歡熬夜，不注意身體健康，把身體健康當戲，等身體出問題了才知道後悔。沒生過大病的人是不知道的。人哪怕是你擁有再多，都不如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14，想着等忙完這一陣就可以休息了，結果還有下一陣等着你去忙。人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瑣事要忙，生活中的、工作上的等等，忙完了這個忙那個，沒完沒了。很多人都是我要生活，我要養孩子，我要買車買房，所以我需要一直忙着才行，停下就會喝西北風了。就是這樣，想休息又不敢休息，想出去看一下風景又怕自己要喝西北風。錢是賺不完的，該休息該出去看看風景的時候就該停下來，勞逸結合才能讓自己更有動力去生活。我們不能像機器人一樣一直勞作，這樣的人生是你我不想看到的。15，人生沒有彩排，每天都是現場直播。很多人都說人生如戲，可人生是沒有彩排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現场直播。我们的人生不像你的演的彩排了好幾次才放上去給觀眾看，我們的人生每天都在直播現場，過去了就是過去，不能從頭再來。所以我們要珍惜自己的時間，做好自己的本分，盡量展現出最好的自己。16，覺得自己牛逼的人，是因為自己的圈子實在太小了。所謂無知者無畏無懼，覺得自己牛逼的人都是在小圈子不斷誇大自己顯擺自己的人，他們所知的圈子太小了，認為除了自己沒有比自己厲害的了。就算是知道還有很多比自己牛的人，他們也不想承認，因為這有損自己的面子，更不會去面對現實。他們的格局很低，只會向比自己弱的人或者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拼命展示自己的那點可憐的本領。17，毀滅親情和友情最徹底的一種方式就是借錢。如今很多人聞借錢色變，因為怕借出去的錢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有去無回，而且借錢不還的很多都是自己認識的人，自己的親戚朋友，不但錢要不回來，連親情友情都失去了。借錢就是毀滅親情和友情最徹底的方式，對於借錢給人的人來說更是一種傷害和損失，所以千萬不要隨便借錢給別人，哪怕是自己的親戚和朋友。18，跌倒了不要緊，你可以爬起來再哭。強者不是不跌倒，強者也能跌倒，強者也会哭，强者在沒有變成強者之前跌倒過無數次，但在每次跌倒都能重新爬起來，含着淚水前行。
我們的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總會有磕磕碰碰，跌倒了可以重新爬起来。我們可以哭，但不能没有了前进的动力。19. 什麼是头头是道？估計就是頭頭們講的話就是道理。成語心解，雖然很歪，但很有道理。在這個世界，你只要做出成就了，你成功了，你說的話別人都會把它當成道理。只要你比別人強，讓別人羨慕，你的話在別人看來就是至理名言。就好比一個崇拜老闆的員工，他認為老闆說的句句都是真理，甚至以老闆為偶像榜樣。20. 渴望每個人都懂你，那你得活得多平凡啊！人活在世上，真正懂你的人只有你自己，除了你自己，沒有人會真正的懂你，就算是你的知己，也不可能完全懂你。所以不要渴望別人都懂你，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別人都懂你了，那你是多麼的平凡啊！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意料之中，那你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人生意義。真正厲害的人都是不希望別人懂自己的人，自己懂自己就足夠了。21. 人生不妨大膽一點，反正最後都要死。你還在自卑嗎？你要自卑多久？人生就那麼幾十年，你要是一自卑就自卑了幾十年，那你的整個人生就過去了。人到最後都是死亡，無論多麼輝煌的人生，逃離不了死亡的宿命。在活着的時候，不妨大膽一點，不要在乎別人的目光，大膽一點，活出自己的精彩。我們是為了自己而活，不是為了迎合別人而活，活出自我才是我們人生最大的使命。22. 活着时要開心點，因為我們要死很久。有的人整日鬱鬱寡歡，殚精竭慮，這是因為他們的慾望太多了。我們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你要那麼多的慾望了，到死什麼也帶不走，你不覺得可笑嗎？人到了這個世界上是為了什麼？是折磨自己，還是讓自己開悟？我們活着開心點，人生除了生死，其餘的都是擦傷。鬱鬱寡歡的人生是讓人後悔的人生，樂觀的人生才是讓人覺得完整有意義的人生。人將死的時候，就會體會到悲觀的人生和樂觀的人生哪個最值得的。悲觀的人是帶着遺憾走的，而樂觀的人是帶着笑容和滿足走的。23. 好好活下来，每天都有新打擊。遇到一些挫折，總是尋死尋活的，卻不知後面會有更大的挫折等着你。如果連小小的挫折都不能放正心態去戰勝，那後面的挫折就沒你的份了。人生路上荊棘密布，我們需要有披荊斬棘的心態和能力，放正自己的心態，好好活下來。面前的小挫折都是為你攢足經驗，戰勝後面的大挫折而設。要把人生看成是打怪升級的過程，你在前面攢足了經驗，後面的困難就算暫時你沒有戰勝，也不至於把你打趴。24. 你若成功了，放屁都是香的；你若失敗了，再有道理都被認為是放屁。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現實就是這麼現實，你知道了現實很現實，你就不會感到心傷了。所有人都渴望成功，所以成功了的人在很多人的眼裡說什麼話都是有道理的。其實我們何嘗不是這樣認為？沒有人聽失敗者的道理也很正常。當我們明白了這些，我們就不能去做無用的爭辯，放下和別人爭辯，努力學習和做事，待到春暖花開。25. 人生無非是笑笑別人，再被別人笑笑而已。不要害怕別人的嘲笑，嘲笑你的人也一樣被別人嘲笑着。有時候你又何嘗不是在嘲諷不如你的人？我們啊，其實就是這麼淺薄和可笑。所有人幾乎都有過笑話別人和遭別人笑話，所以沒什麼大不了的，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別人笑你不用去理會。當你讀懂人性，這些意料之中的事情已經不覺得奇怪了。26. 窮人的身世一文不值，富人的流氓異常迷人。在這個以物質為主的世界上，窮人身世和深情在很多人看來是一文不值的，而富人的流氓卻讓很多人覺得很迷人，這很傷人心，但卻很現實。人啊，其實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已經足夠了，不要過分地去討好別人，顧及別人的感受。尤其是你窮的時候，你的身世和深情不但沒有讓人尊重，反而讓人覺得滑稽。27. 你超過別人一點點，別人就會嫉妒你；你超過別人一大截，別人就會羨慕你。一個乞丐不會去嫉妒一個正常人，但會嫉妒一個比自己好一點的乞丐。人性的弱點就是希望別人过得好，但絕不希望身邊的人過得比自己好。只有身邊的人過得比自己好上一點點，那就是嫉妒。
人為什麼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比較？因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都在身邊，還是熟人，而那些比自己好太多的人都離開他們原來的圈子了，他們只有羡慕的份。那些比他们好上一點點的人還是在他們身邊，和他們同一個圈子，所以他們看到了別人超過自己了就眼紅，心裡滿是嫉妒。28. 小時候，笑是心情；長大後，笑是表情。小時候，我們的笑是因為真的感受到快樂，是發自內心的笑容。可長大後，我們的生活壓力慢慢增大，我們內心的那份歡樂也慢慢的消失不見了，但我們的臉還是笑容，那是因為我們要面對複雜的人情世故。29. 這個世界就是因為有你才存在，當你失去後，整個世界都會在你的意識裡消失了。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我們的潛意識給我們呈現的，當我們的大腦沒有了意識的時候，我們的世界也就徹底崩塌了。每個人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100個人有100個不一樣的世界，每個世界都是大同小異。活在世上不要太過自卑，你才是世界的主角，其他人的存在只是為了讓你沒有那麼孤單。30. 人生一定要保持樂觀，不然這麼些年你的牙白刷了。樂觀的人生是最美的人生，悲觀的人生是最醜的人生。所有人都喜歡看美麗的事物，你悲觀給誰呢？人活着一定要保持樂觀的心態，很多事情只要你有一個樂觀的心態都可以解決。你的樂觀可以讓你精彩地活在当下，也可以讓你看到一個有希望的未來。31. 人活着臉皮就要厚點，這也不好意思，那也不好意思，那你怎麼好意思活着？成長路上，我們多多少少都曾遇到過臉皮太薄而活得憋屈和痛苦的人。在工作中，他們遇到不懂的問題，拉不下臉面向同事請教，結果事倍功半，耽誤了工作的進度。周末，他們明明想在家裡休息，卻不好意思拒絕朋友的邀請，不得不拖着疲倦的身軀赴約，而讓自己更加疲憊。其實人生苦短，相比自己的感受，面子並沒有那麼重要，它是世上最廉價的東西。更何況生命裡的機遇大多轉瞬即逝，你礙於臉面不敢去爭取，只會讓自己原地踏步。世間從不缺乏有能力的人，最怕比你厲害的人臉皮比你還厚。人生沒有那麼多不好意思，別讓不好意思成為你人生路上的絆腳石。臉皮厚一點，多為自己而活，爭取自己想要的一切，才是一個人最大的體面。32. 人沒吃飽，只有一個煩惱；人吃飽了，就有無數煩惱。古人云：人心不知足，常逢災與愁。世間煩惱千千萬，大多是貪心惹的禍。得到了想要更好的，而忽略了得到的；得不到便會苦苦追求，令自己煩惱不斷，最終什麼也沒有得到。世間美好的事物何其多，不是每一樣東西都理應得到。真正聰明的人知道什麼該留下，什麼該放棄。他們深知世間萬物皆有定數，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強求也無果。人要學會放過自己，珍惜擁有的一切，才能獲得內心的安寧。幸福的真諦不在於你擁有多少東西，而在於你懂得知足。33. 不懂得出題人意圖的，永遠拿不到高分；不懂得客戶需求的，永遠簽不成大單；不懂得伴侶情緒的，累死累活都留不住一段好的關係。在人來人往中，我們難免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會和一些人漸行漸遠。漸行漸遠的原因也許有成千上萬種，但其中有一種便是沒有共情力。共情力是人際交往中不可缺少的能力。沒有共情力的關係，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感知對方真正的需求，只會讓彼此疲憊不堪。而那些擁有共情力的人，和他們相處，你總能心曠神怡。他們懂得站在他人的角度，切身實地地考慮問題，提出想法，給予解決方案。和這樣的人相處，你不必偽裝，無需顧慮。當一個人擁有了共情力，也就擁有了為人處事的智慧，有與人交往中最高級的情商。34. 一定要保持笑容，不然這些年的牙都白刷了。生活猶如一面鏡子，是喜是悲，在於人的選擇。愁容面對，只會拖垮當下，讓人生提前走向下坡路；笑着面對，方能像羊生長，勇往直前。以笑容走紅的78歲 NAS 爺爺羅森，給無數人帶來了歡樂，可他笑容的背後卻藏着無法言說的痛楚。大學畢業後，
羅森因各種緣由被電視台辭退，而他最喜愛的二兒子也在此時突患疾病，不幸離世。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堅持不懈，創作出《傷心書》。一星隕落，黯淡不了星空燦爛；一花凋零，荒蕪不了整個春天。人生總是苦樂參半，沒有誰能一帆風順，也別讓一時的失意成了人生的桎梏。誰都有難熬的日子，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不如笑着過每一天。無論眼前的路有多黑，有多難走，都不要忘記保持微笑，給疲憊的自己打打氣。笑着面對生活，日子才能往前過，苦難才會後退。35，鐵杵能磨成針，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籤。材料不對，再努力也沒用。張朝陽曾說，不要過度努力，機遇和選擇很多時候是大於個人努力的，不如面对現實，認真研究適合自己的機會到底在哪。很多時候，人之所以無法取得成功，不是因為能力不夠，而是選擇出了問題，從而把力氣用在錯的地方。就像烏龜在陸地上永遠也跑不贏兔子，可它在水裡時卻永遠比兔子游得快。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條，但方向錯了，走得再遠也是徒勞。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認清自己的能力，從源頭出發，再結合實際情況精準定位，選對賽道再發力。方向对了，努力才不會付諸東流，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順暢。36，你把別人想得太複雜，是因為你也不簡單。生活中總有人會抱怨別人思想太複雜，卻極少反思為什麼會覺得別人複雜。許多時刻，他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鏡子，你看到別人像什麼，你心中就裝了什麼。人之所以總把別人看得很複雜，是因為這個人本身也不簡單。實際上，世界並沒有那麼複雜，複雜的是人的內心。物隨心轉，境由心生，你心中有美景，生活自然處處都是美景。心簡單了，萬事萬物都會簡單，日子也会越過越順。一個人的境界越高，他的內心就越簡單。在無法重來的一生，請用一顆簡单的心奔赴山海，去過理想生活。37，夫人3年3日旺，餵狗3天3年熟。很多時候，人不如狗，遠離那些忘恩負義的人，因為雷劈他的時候會連累到你。話糙理不糙，生活中我們難免會遇到忘恩負義的人，這些人你對他再好，他只會視作理所當然，甚至還會為了一己私欲肆無忌憚地傷害你。莫言沒得諾貝爾獎之前，和表弟相交甚好，還幫表弟不少忙。可他得諾貝爾獎後，表弟的行為卻讓莫言心寒不已。原來，表弟非但沒有替他高興，反而嘲諷他得獎是運氣好，並四處抹黑他，還在友人面前貶低他來抬高自己。人情薄如紙，人性狠如狼，善與惡只在一念之間，你永遠也無從知曉對方是帶着善意還是惡意與你相交。人性最大的惡是不懂得感恩，千萬不要對一個不懂得感恩的人好。人情永遠沒有利益之前，對自己最好的保護是不要高估人性的善，也不要低估人性的惡。38，闖紅燈的一般有2種後果，要麼比別人快1分鐘，要麼比別人快一輩子。生活中有不少人剛開始做一件事，就想立刻看到結果，而不停地加快步伐，最終不僅讓自己身心疲憊，而且没能達到預期的結果。韓國插畫師李彥征有段時間為了出版畫集，而把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不給自己任何喘息的機會。可他越焦急，越沒有創作靈感，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後來他不再把重心放在結果上，而是把精力放在畫作上。一段時間後，他不僅順利出版了暢銷書，還舉辦了畫展。人生是場漫長的馬拉松賽跑，拼的是耐力，而不是速度。心急永遠吃不了熱豆腐，太過着急往往適得其反，慢慢來反而比較快。昙花一現，卻等待了整個白晝；蝉鳴一下，卻蟄伏了好幾個四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沉得住氣，耐得下心，才能收穫最終的果實。39，當你經歷了生老病死這些大事時，才會知道自己以前半夜的憂傷根本不值一提。有人問，有哪些人生道理越早知道越好？有個高讚回答：
除了生老病死，人生裡真正重要的事其實沒有幾件。健康時總會把雞毛蒜皮的小事當成天塌下來的大事，病倒後人才明白那些曾牽腸掛肚、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都是小事。身體安康才是此生最重要的事。身體是一，其他東西是零。沒有健康的體魄，世界再美好都與你無關。人生在世，除了生死，一切都是擦傷，任何事情都不值得消耗你的健康。與其等到身體垮了才悔不當初，不如從現在開始沒事早點睡，有空多運動。擁有健碩的身體才是對自己最大的負責，對家人最好的愛。40，無比贊同茨威格所說的，真理只在瞬間，沒有一個永恆的真理。世事瞬息萬變，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一個歪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覺悟。真正聰明的人面對歪理，能在歡笑之餘悟透背後的深意，讓生活越過越有滋味。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